你要不要舔大地之母的圣水？所以现在是已经有做手术了。不觉得你长得很碍眼吗？啊！你要看我高中的样子。天哪，天哪！就是你1分钟跟100个人做。我可以直接这样讲，可以，可是会很想要。按订阅不用钱啦。好的，我要打招呼了吗？我是悠悠 ，A.K.A 你们的大地之母。我喜欢被称老一点的，你想怎么叫我？叫姐姐。太年轻了，我不喜欢。再来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还有呢？总不能叫阿姨吧？阿姨还不够，真的喜欢被称老一点，你不要担心我会生，真的。你刚刚是怎么样？1秒给我切换。想请问一下，你平常是怎么样的声音呢？我平常没有啦，我平常就这个声音啊，想要就是暧昧的男生说，宝贝，你睡了吗？你要不要带我出去玩？要钓男人的概念。然后今天呢，我这里邀请到悠悠，因为他的影片 IG 上面非常的红，就想来认识下悠悠，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大家有看过他影片吗？大地之母，好喜欢那个圣水的部分。我们可以重现一下那时候的现场状况吗？假设我是陌生男生，可是我喜欢被称呼老一点呢。姐姐可以吗？不够老，我喜欢再叫老一点，再来。阿姨可以吗？阿姨还不够，你真的不要怕，真的再老一点点，再老一点点。这样你会生气吧？我不会，不要吧。快点，我知道你还有，再老一点，再来。没有，今天再来。到底？再来，那你叫我大地之母。而且一个男生回的超严肃的。你觉得这样子好玩吗？哦，对，你那时候听到有没有吓到？我是觉得他有认真在生气，可是他居然没有挂我电话。对啊，如果一般的话可能会直接挂掉。王启佑啊，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应该蛮好奇，我觉得蛮多人想认识你的吧？真的吗？你是说生理男、直男的部分吗？对啊。真的吗？好啦，我的本名叫尤中佑，哎，这本名说出来，有需要吗？身份证是 T 哦。我是悠悠，为什么要叫悠悠呢？就是我的护照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都是 YO， 所以一定要叫悠悠。然后悠也是翻成 U 这样。好 detail， 你是我第一次访问来宾这么 detail 的。平常的工作是什么呢？还有喜好？约炮。一周都约几次？一周？你说全盛时期，我可以从过年，从小年夜约到初六。小年夜到初六，这样就7天都在约。好，再来你的工作是什么呢？我写很多杠我的正职就是坐办公室打工，副业会讲脱口秀，又当变装，好厉害哦！然后又在做 YouTube， 偶尔还开一下直播，这样而已啦。那你当初怎么会想做上班族呢？因为就是没钱，就是副业没有办法去支撑主业这样。对啊。那你以前小时候就是高雄长大的吗？没有，是屏东人，再来高雄。不要看我这样哦，今年才24岁哦，其实我才刚出社会没多久。你当初是怎么到跨性别？其实我从小就觉得我现在的声音是我变声过后，小时候声音讲话就是 Hello， 白痴哦，我讲很好听呢，很细。可是我那时候就很胖，我那时候真的假的？我完全不知道我国2的时候80公斤。天哪，那是什么？一夕之间瘦下来这样子？因为我高中的时候遇到一个欣赏的男生，就班上不是以前那种屁孩，其实就会说，悠悠你喜欢他哦，然后就闹他。然后男生就是有点见笑转生气，就有一次在那个讲台，他在位置上面，他就直接指着我的鼻子骂说：“有这种你不觉得你长得很碍眼吗？”怎么会讲这种话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可能以前就是比较大家觉得你很有趣、很讨喜，你不会生气，然后就会欺负你这样子，而且还是被喜欢的男生这样讲，这样真的一定很受伤然后我就想到好，那我就是觉得可能是我长相不如意，身材不如意，我就是奋发图强，然后就开始减肥，80，然后瘦到高中瘦到70，在求学的过程中，对，目标是64。那你是怎么样的方法瘦下来的？我就是喝男人的小张，没有啦，在讲话，健身运动，然后饮食控制。在高中的时候就给我健身了。没有啦，那时候是先饮食控制，体重才下。我自己访问过一个朋友，然后他也是从屏东长大，然后他也是一样，小时候很胖，他那时候瘦下来是原因是因为他骗妈妈说他暑假要去上课。然后其实他一整天都在外面骑脚踏车，然后就瘦下来了。屏东的朋友都好有趣哦。你要看我高中的样子，真的是悠悠手势展示他的高中时期的你。说实在，我那时候看到你的影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好漂亮哦。天哪，天哪，就是你，所以你有去做矫正？我有矫正牙齿。天哪，这个真的是。
就是跟我一样，就是乡下的小孩，讲话要小心一点。有下课吗？真的蛮shock到的。话题拉回来，我不好意思，我讲话，我怕会伤到你。没关系，你说。所以现在是已经有做手术了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只有吃女性荷尔蒙，会有碍于你的本身男性的性欲降低。哇，那怎么办？那就跟你那个1周小年夜到初6直接是撞到。可是没有哦，我就是前面怎么讲啊？就是我前面原本的生殖器官，对原本的它没有用处，不会想要被碰。我可以直接这样讲可以吧？没有想要自我，对，不会想要射精的冲动，可是会很想要干。哦，我知道你的美没有自己的意识。我说它需要被使用咯。所以你不用追求一定要出来的概念。对啊，可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你知道，女性荷尔蒙会觉得可能是想要激发一起想要被爱。像我小时候很喜欢玩一个游戏叫模拟市，它可以设定你的梦想是什么。我小时候也很变态，我很喜欢让它有什么成就是1分钟跟100个人做。我那时候我想说这么疯了，这可以讲吗？我就很喜欢玩那种，就是可能一个夫妻，然后可能外面乱搞，然后把他带回家之后呢，我就他在搞的过程中，我就开秘技，然后把那个他原本的那个正宫把他突然拉进去里面，他们就吓到。然后原本正宫就会吓到，就会很生气。我这可以说吗？那时候你几岁玩的？国中。天哪！我们再回来，那你当初是怎么会想要？假设我们一开始是男生嘛，那你是怎么会想要走跨性别路线，而不是说想要当一个 gay 这样子？哦，因为我高中有发镜，然后正式转跨是到大学，因为我还在性别认同摸索的时候，高中开始打开什么交友软体，然后继续开头什么，都没有人要理我。真的，就是那你一定会很伤心啊。我那时候就是大家说的死黑啊，对啊，最细那种。我国中戴了假发，然后其实就戴上。国中戴了假发，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还是觉得我是同性恋，可是我都戴了假发，然后照了镜子，然后你知道假发画线的假发其实都很重，就戴上假发，然后虽然很重，然后这样挥舞这个感觉就很喜欢像 Ariana 那样子。对，我很像萧亚轩，挥洒自己的头发之后就说：天哪，我好漂亮哦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默默拿起妈妈的高跟鞋在那边穿，就是还穿不下。我脚43，你跟我一样大，例外话。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：天哪，这就是我自己想要的样子。高中毕业之后才开始慢慢留长头发，然后开始转跨。那个是个金句，那就是我想要的样子。我刚刚听到就整个起鸡皮疙瘩。可是太多人没有活出自我，然后怕被人家鄙视，被人家怎么样，然后就不敢做自己。而且反而很多人都会拿做自己拿来，好像变成是一个借口。但是你刚刚是真诚的发自内心说，你就是想要做自己，那感觉是很棒，不同的出发点。你知道我每天照镜子都要照10分钟以上。那你在这过程中有什么样这对自己的一个拉扯？拉扯，也是就会说在害怕找寻自己。探索过程其实我一开始不是这样子，我一开始自己是超没有自信。我那时候刚转跨了欧美妆容刚流行那个时候，就是你的那个大地之母造型。对，好漂亮哦。我那时候就这样子在南部的街头上面走来走去吗？我就画成这样子去逛夜市，然后那时候在刚转跨嘛，可是你照镜子你就会觉得说，很漂亮啊。可是走在夜市大家都这样。真的会这样？会，这么明显，超明显。而且有些那种爸爸妈妈，因为南部就是比较在不像北部可以看到比较多东西，然后他们就会这样说，查甫就查甫呀，哎呦呀！而且重点他们的悄悄话都不是悄悄话，都会很大声，很大声。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是很羞愧啊，然后那时候就对自己很没有自信，而且你又在过渡期，你还找不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样子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就可能走路走到一半，我可能每隔2分钟都会问我朋友说。我今天漂亮吗？我朋友就说，蛮好看的，然后再走一走，你真的觉得我好看吗？然后他就说好看啦，然后之后再走一走，就说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然后我朋友不耐烦，之后再问第4次，就那时候超没有自信。那你是怎么样走出来的？我那时候发生了2件事情，我接触到了卢保罗变装皇后，我那时候是认识到一个大尺码的变装皇后，她叫 Eureka， 因为她很胖，她快200公斤，可是她可以穿上高跟鞋，可以穿上bodysuit，很厉害。然后我那时候就说。这样讲我不知道可不可以，他都可以了，你在干嘛？可以啊，你没有别的意思。就像蔡依林也都会这样讲，我都可以啊，你们为什么不行？对啊，我那时候其实就有一道曙光就这样照进来，可是那时候我的乌云还没有散开。之后真的遇到了妈妈木的华莎，他就在他的演唱会讲了一句，就是若我不符合世界上美的标准，为什么我不自己立定一个新的标准？那我就觉得说，对啊，长得男生又怎样？对啊，那就是我们自己原本的一个姿态，都没什么。因为很多人都会看到什么跨性别。就会说啊，你就要很女生啊，台面上什么新闻媒体很喜欢就说比女生还要像女生
生的男生。好，反正这标题看到都全很想杀他们。对他们很喜欢用这些标题去标签化跨性别，可是我觉得人是百百种样貌。你走在台北市的路上，你看到100个女生，你不可能看到100个女生都是漂亮的啊。对，起码我现在认可，至少比一堆女生漂亮。这样可以说吗？对，我不应该说比，我讲就好，我讲就好。虽然是对的啦。对，因为你至少你是会想要认真打扮自己，但有些女生可能对这个就还好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那我觉得我可以认可。你看我穿衣服是好看的，我会化妆，我虽然只是头发少了点，皮肤黑了点，但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没有不好啊。我完全懂你的心情，对啊，就穿衣服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态上的挑战。是啊，大家会讲说没什么就漂漂亮亮，但我自己虽然我不是跨性别，但是我有一些很疯衣服，我一开始穿我也是很纳闷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真的穿的合理吗？我给你看，很疯。我后来也是鼓起勇气，其实很好看的。你知道国外很多人都会穿这样，我自己也在摸索，跟自己对话，然后想要找寻不一样自己。然后也就有粉丝在留言说你怎么越来越夸张什么？我想说干你什么事？就是我觉得我们就喜欢就好了，干嘛要管人家？做我自己就好啦。所以你以前有过为了迎合别人的审美，然后变成他们想要看到的样子？其实人都会这样啊，毕竟人类是一个社群的动物啊，建立于一个父权社会，然后大家会总是迎合他人，反而去让自己很不快乐。那这还叫体验人生吗？你身为跨性别，有什么样的事迹是让你感到光荣？这有2个面向，第一个是关于性，第一个是关于自我认同。自我认同的话，其实就是慢慢的在接触转跨的过程当中，你会接触到很多人。有些女生，她虽然知道你是跨性，因为我觉得人对着眼睛很重要，她会对着眼睛，然后用一个很赞叹，然后用欣赏说你怎么这么漂亮？你怎么这么漂亮？你身材怎么比我还要好？我觉得是超光荣，我被一个生理女性称赞这件事情，然后就觉得说，对啊，我喜欢你，让你这个回答，这回应是我非常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。在我们的性这边要先讲一个前提，我们讲性不是为了要标签化跨性别，或者是标签化 gay， 就是要喜欢性什么样，而是说我们只是在叙述而已。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叙述，然后就觉得好像我们就是想要标签化，但并没有。你知道直男都很喜欢跟跨性别有兴趣，超多的。我遇过一个，他朋友跟我聊过天，然后想要跟我干嘛，他的朋友的朋友也想跟我干嘛。有一个社群软体很红，推特上面推特很多跨性别会在上面展现自己的漂亮，然后最辣的那种，括号才艺，就是之类的。对，很多直男就会觉得说，哎，好像真的很厉害，我要更懂要怎么样舒服。对，然后那些男生就会性的目的来接近我们。可是我想跟大家说，就是我们也是人，我们不是你的肉便器。就是好好的把跨性别当个女人在看。跨性别光荣这件事情，就是刚刚前面讲，其实我对我自己很没有自信，22岁才开始走出来跟男生见面。哇，我很晚，其实蛮难的一件事情。对，因为我那时候就对自己很没有自信，我就觉得我长得就很像男生，那些男生会不会看到我就马上转头就骑车就跑掉了。我们事情结束之后，他们也是会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，哎，其实你真的很漂亮。我就觉得说，天哪，就是其实我现在这一路我转跨6年7年，我一直在往我自己心里的那一个方向在走。对。那你在未来有什么样的目标吗？未来的目标很宏大。宏大什么意思？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从没有自信，然后慢慢的可以看镜头，议题给生长出来，所以我觉得我会想要议题。我在说议题啊，议题。3，在未来，我希望我可以能变成更有话语权的人。而且我说实在，我跟你聊这些，我有发现到，其实同性恋一直说不要歧视，然后想要多元化，但殊不知同性恋本身其实是最歧视的那个人。所以跨性别好像真的也蛮不错的。对，而且有些同性恋会歧视跨性别。他们就自己在那边歧视别人。到底为什么啊？我很好奇，就是我听到一些答案是说，因为我们可以吃得到直男，所以他们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们可以，他不行？这个我就不清楚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这个想法。这个谬论太奇妙了。我觉得今天节目要尾声，我想问问你，你想跟那些想成为跨性别的男生或是女生说些什么呢？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我知道一开始会很辛苦，但花会盛开，蝴蝶自来，就是相信自己。没有一件事情是轻而易举的，大家都是必须要经过这些事情。不要因为社群台面上面看到一些网红啊，或一些跨性别过得很漂亮，或是长得很漂亮，他们都是努力跟花钱去栽培自己。我们来这边谢谢我们的大地之母悠悠。大地之母，这又是哪里来的梗？好，喜欢你们这边是不是左上角有悠悠的 IG， 就让我继续去看他的影片，然后看他的圣水。